计划永远都不会赶上变化。谁也没想到，2020年迎接他们的不是第一场雪，而是铺天盖地的疫情。自从非典之后，中国再也没爆发过如此严重的大规模疫情。商场、学校、酒店、游乐场、车站、飞机场，所有这些人流密集的地方都成了重点管控地区，片场纷纷停滞。明星们的工作因为各大片场、电视台等地方的停工而跟着停工。半个月的时间，王一博的奶膘被他补回来不说，肚子上的6块腹肌又消失了2块。快乐的时间过得很快，天天向上已经开始了云录制。王一博皱着眉，边扯着裤子边往外走。什么情况？对于已经大半个月看惯了王一博不修边幅穿着睡衣跑来跑去的肖战来说，一下子穿上正式衣服的他还真让他不太习惯。好什么啊？你看看我这裤子。他扯着裤子往腰间扣，可明明已经将肚子吸得那么紧了，可扣子依然挂在两边，怎么扣都扣不上。嘿嘿，肖战笑出了声。王一博抬手就打。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你这半个月的成果，成功让老子胖了那么多，怎么办啊？肖战好笑地掀开手里的盘子，烩面，吃吗？吃吃吃。他跟着跑了2步，可手里提着的裤子却时刻提醒着他最近又胖了的事实。不吃。他拖着自己的紧身牛仔裤往屋里走，背影相当决绝。肖战也不劝他，抬手打开了扣在锅上的盖子，顿时屋里香气四溢。王一博提着裤子又屁颠屁颠地回来了，坐在餐桌边，像个小狗狗一样闪着晶亮的目光望向中间的锅子。肖战拧了拧他的奶膘，也不多说，盛了一小碗放在王一博面前。啊，怎么才这么点儿？对于那比自己手掌还小的宝宝碗，王一博表示很不满意。烩面是他的家乡菜，用高筋面粉做成的面条，咬起来筋道有嚼劲不说，肖战还用羊肉和羊骨炖了高汤，一浇再到面条上就香得不行。不是你说的胖了吗？肖战也给自己挑出一小碗，煞有其事地解释，面食容易发胖，你还是少吃点吧。啊，那吃饱了才能减肥啊，别人都在家休息，我还要工作，不吃饱了等我爸我妈，你爸你妈在电视里看到会心疼死的呀。宝宝现在厉害了，都会拿爸妈压我了。肖战好笑地将一整锅烩面推到他面前，逗你呢，想吃多少吃多少，大不了晚上我陪你跑步。嘿嘿。王一博乐颠颠地低头吃面，肖战依旧斯文地吃自己碗里的那丢丢面条。哥，你又不工作，多吃点没事，等收到开工消息了再减肥就是。肖战摇摇头，我习惯了招点食量，怕把胃撑大了回不去。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似的，这么胡吃海喝的都不会胖？我这是运动量大，最近没出门玩滑板，这不胖了吗？少来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现在挂着的这条紧身牛仔裤本来就小1号，吃完赶紧给我换了，那不是在你面前吗？老夫了，连基本面子都不要了，是吧？肖战将自己碗里的羊肉挑了几片放到他碗里，王一博也不客气，呼呼的全吃进自己肚子里。肖战乐呵呵的将吃饱的小孩抱到腿上，宝，和你商量个事。干嘛？王一博吃得有点撑，掀开衣服将肖战的手放到自己的肚子上，哼唧，怎么办？3个月了。肖战喷笑，用温热的手掌小心地帮他揉着，嘴里调侃道，怀了就生呗，生个儿子就叫孝索。你想得美，
为什么生儿子就跟你姓？明明就该叫王锁才对。行，只要你生得出来，叫什么都行。曹，你这是嘲笑我不能生啊！王一博哈哈笑着去咬他哥耳朵，肖战边躲边笑，小心动了胎气，哈哈哈哈！好了好了，宝宝，别闹，和你说正事儿呢。别说，什么事儿都别说。总之，不行，没可能，你想也别想。你知道我要说什么？王一博翻了个白眼。你早上那么大一个快递，除非我瞎，不然都不可能看不到。我都闻到你妈寄的中药味儿了。不喝，其实就是包装厚实，里头也没多少，还没多少。那一箱子至少是1个月的量。我去，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衔煎好的药保存不了，密谋给我寄药材。那一箱干药材，1个月都不止吧？肖战挺无奈，怎么王一博有时候看着傻乎乎的，没心没肺，一到关键时刻，脑子转得比任何人都快。宝，我不，1顿1碗，1天3顿，1个月就是90碗，3个月就是270碗。天，肖战，你准备把你老公喝成中药缸吗？哪有你这么算账的？肖战好笑地在他掀起的白肚皮上咬了一口，不喝就不给饭吃。哼，那我订外卖，外卖早停了，那我就当减肥，明天吃3鲜馅饺子，加糖醋排骨、松鼠桂鱼，再配个鸡丝粥。哥，我去给你找药锅。云录制非常成功，芒果台毕竟是芒果台，在这种环境下都能想出解决办法，迫切的需要有综艺节目来缓解当下的心情，所以湖南卫视的创新之举，再加上王一博的影响力，天天向上的收视率轻松拿下第1。才播了几期，问题又来了。网友们，尤其是待在家里的王八们，实在是太无聊，太能扒了。肖战已经把墙纸换成了白色幕布，就连桌上都不敢放任何东西。可网友竟然还能从这白色幕布的褶皱，王一博时不时的眼神，从数学、化学、光学各种角度判断出他身边人的身高体重，还有扒出了肖战以前录制的节目。从幕布的褶皱重合总结出2块幕布是同一款，每次播出都是王八们的盛宴，伪粉们的灾难，公司领导都头疼不已。最后，王一博被勒令回乐华公司录制，每回肖战送他出门，他就跟粘在身上似的，死都不愿松手。王一博正在沙发上闭眼假寐，就听到有人走近。正当他要睁眼时，听到了其中一人的声音：“你听说了没？康姐。”“嘘，你怎么又提他？”“啊呀，我不是那个意思。”那另一名工作人员将嗓音又压低了几分，小声道：“我有个同学在新浪上班，前几天竟然看到康姐从贾总办公室出来，2人还握了手，好像聊得挺愉快。”“呸！别以为我不知道，当初康姐把我们一人送人那事儿，贾总也有分。听说那个谁谁谁和谁谁谁都和他睡过，他还喜欢男人，越嫩的越喜欢，可不是吗？话说王老师挺厉害的，他长那么好看，又在康姐手底下当了这么多年艺人，你说他会不会也……嘘，没有。要是有的话，康姐会对王老师那个态度，你不知道。”他将头凑近点，小声道：“我表姐你知道吧？做文秘的，平时进不去顶层。那天正好他上司病了，让他去送文件，正巧就是康姐离职那天。啊，是不是看到了什么？快说快说。”“当然啊，你听我说呀。康姐走的时候，正巧和王老师撞上了，
要不是有保安在，他差点就扑到王老师身上。啊，他疯了，要打人吗？我听表姐那意思，康姐这事儿八成和他有关，谁知道呢？我就是瞎猜，你可别出去乱说。两个女人在休息室里边喝东西边聊天，等东西喝完了就直接离开。等他们走后，王一博才睁开眼，揉着眉心坐了起来，嘴里喃喃道：“康姐吗？”王一博站在窗口望向对面的马路，疫情让这个本来喧闹到天天堵车的城市一下子寂静下来，马路上车辆稀少，行人更是机不可见。也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这个消息，心里想得多，他总感觉有隐隐的不安。疫情就像是一头洪水猛兽，整个北京城似乎是他嘴边的肉，谁也不知道下一个中招的会不会是自己，下一个明天可能就消失不见。也许在别人看来，无聊的疫情期间，不能出门的日子让时间按秒计算着，还是觉得缓慢。但对于肖战和王一博来说，这种不被人打扰的相濡以沫的日子是多么的弥足珍贵。如果不是爆发疫情，这样可以天天待在一起的生活是他俩连想都不曾想的。日子很平淡，也过得飞快。肖战没接戏，只跟着拍拍杂志做些后期，并不着急开工。王一博就不行了，本来年初就能杀青的有匪，愣是拖到了3月才开工。导演、主创、投资商都急得一匹，王一博就算想拖，也不得不踏上去往横店的飞机。机场里，肖战送他到地下停车场，两人都没有说话。王一博低着头，肖战侧头看去，都能看到他头顶的乌云在飘。呵呵，最终他没忍住，笑出了声。这一声让原本还满头乌云的王一博瞬间打雷闪电，瞪着他大骂：“老子就要走了，你 TM 的竟然还笑得出来！”肖战看着他的样子，捂着脸笑得停不下来。王一博更加怒火中烧，解开身上的安全带就朝他扑了过去。曹，老子在这里跟你依依惜别，你 TM 的还笑，老子这一走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你竟然还能笑得出来啊！肖战，你到底有没有心？肖战知道王一博就是在发泄，他情绪绷不住的时候，就想找个理由朝他发泄，有时候会哭，有时候就满口脏话的对他又骂又咬。他心疼的将发泄够了，然后满眼泪光的王一博搂进怀里，一边给他顺毛，一边安慰道：“好了，别难过，我最近工作不多，等你过了隔离期，我就去横店看你。”放屁吧！你来横店不也得隔离15天？等你隔离完，黄花菜都凉了。他搂着肖战的腰，紧紧的不撒手。没事儿的，等我安排好工作就过来。你这段时间乖乖拍戏，我给你的考证资料也别落下。要是有不懂的，就打电话问我。听话一点，平时记得好好吃饭，尤其是早餐，每天都要给我打卡。别拿人家的早餐糊弄我。哼！王一博报复似的将眼泪鼻涕一股脑的全擦他肩膀上。老子都要走了，你还要督促我看书做题不说，你果然没有心。肖战又忍不住笑了，笑着笑着，自己眼里也开始泛红。他吸吸鼻子，要是以前他俩分开，还真没像现在这样难受。主要是知道自己的工作性质，分开了就算日子长点，也总有见面的时候。现在不同，疫情期间的朝夕相处已经让他俩完全习惯了对方时刻在身边的日子。现在无论是飞机还是火车，每到一个地方就得隔离15天。以王一博拍戏的进度，这一进剧组，就像他所说的，
不拍完戏之前，谁都别想再出来。肖战叹了口气，他不可能永远围着王一博转。准确来说，他的工作比王一博更加繁忙，手里的剧本已经堆积成山。广告杂志把整个2020年排得密不透风，工作已经不是按天算，而是按小时和每分钟来算。抽出时间去横店，隔离15天，再跟王一博待几天，再回北京隔离15天，这几乎是不可能兑现的承诺。王一博难受，他也很舍不得。宝，等等吧，疫情很快就能结束，等结束了，我就给自己放个长假，好好的去横店陪你。王一博在他怀里蹭了又蹭，虽然知道肖战是在安慰他，可他也不是真想让他担心，就当自己信了他的话吧。肖战拉起他，在他唇上亲了一口，然后亲手给他戴上了医用口罩。这段时间在外面一定要小心，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摘口罩。平时对着赵老师嘴甜一些，他爱吃零食，我给你带的那些吃的别跟仓鼠似的瞎藏，记得多分点给周围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那些我自己做的饼干、肉干、点心什么的，你别瞎藏，本来就是手工的，放不久，还不如送给赵老师他们吃了，懂吗？我不懂，那些都是我的。王一博趴在他肩膀上，语气坚定，你是不是傻？肖战捏着他的脸，吃完了我再给你寄。赵老师他们什么没吃过，这些小点心不值钱，却是一份心意。我给你包里放了足够你吃的量，剩下的都分了，知道吗？这样你在外面有人照顾，我也放心。王一博还是不情不愿地应了一声。时间差不多了，小王估计已经在登机口等了，你快去吧，哥。王一博抬头，声音因为口罩的遮挡，让他本就低沉的嗓音更加低沉。怎么了？他伸出手指挑掉王一博睫毛上的泪珠，问道：哥，你也要好好的。肖战咧嘴笑了，他的笑容依旧暖得让人心动。王一博伸出手捏着肖战的脸，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不想看到他这种笑容。以往暖心的笑容，在这分开的前一刻，竟然让他莫名的心慌。我不在的时候，不准对着别人傻乐，尤其是女人。我可不想过1-2个月回来，家门口又蹲个女人，哭着喊着让你负责。肖战收起笑，胡说八道什么呢？去吧。这一天是2020年2月26日，距离3月开春只剩下2天。